入初禅以上的定，因为就是你比较细的定，一定要比较细的摄法，摄和心本来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这个作用来的啊，你不能说用很粗的这个摄身来让一个很细的心安定。所以我们打坐的时候为什么要先调身？你要入比较安定的状态，你发现你的身只要粗，那个安定的状态就无法显现。所以修到比较后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本身的摄身也比较调得比较细了，也就是这些身体的不舒服的觉受也越来越少了。那还是保持很多的时候呢，你很难安住的。即使不小心让你入到比较轻安的状态，一出来腿痛得不得了，下一次像你就发现进不去了。所以它摄心嘛，明摄嘛，明摄，然后这个明摄摄心啊，就是或者是我们的生理跟心理，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要有相互依存的啊，所以真正要入，真的是入初禅以上的定，还真不容易。所以为什么那些修禅的人一定要到深山去？一方面呢，是在现实社会呢，我们的五根接触到的这个五尘干扰太大，而你这个五尘都那么大的干扰，你就静不下来。所以后来我们提到说，有这个所谓的慧解脱，或者是中国禅宗比较强调这个所谓不入深定的那种观念，其实就是要在我们现实生活，就是欲界人间的欲界就能够修到这个统一的定，就是止于一境，止于一心。那么这个止于一心其实不是很深的定，所以它在现实生活里面可以应用的啊。这个时候身心也是有结合的，统一的，它可以应用的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说，这个禅修它基本上就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观念在运作嘛。那佛陀当时呢，他证到了这个佛果，他就用这个不断的在传授，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从不同的这个教派建立的这个不同观念的这个修行，它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你能够破这个迷惑，尤其是无明的这个迷惑，那么你才能够解脱生死。这个是佛教的观念。所以呢，佛教的观念是在所有的教派里面不断的在强调这个我，不管是哪一个程度的我，提出了说无我才能解脱。所以佛陀为什么当时觉得说他不容易弘法？因为在整个印度的大环境、大气氛里面呢，全部包括一些教派都认为是有我的，所以他要破这个我见就很不容易。但是呢，他出来弘法了以后，说了这个缘起中道，然后他的弟子呢也因此证果了，慢慢的这个弘扬佛法的这个工作就越做越广。所以佛陀那个时候有没有强调禅定呢？不一定你要修到某个程度的定，你才做细微的这个观，有止才能够观嘛，禅定了才能够开发这个智慧。但是这个禅定在当时的修行有这么多不同程度的这个禅定，到底哪一个禅定是最好的、最适中的？那么后来就被认为是色界的四禅，初禅到四禅，它是比较均等的前面呢还在欲界的话呢，就能够有这个观想，但是呢还不够细当然在这个层次上也可以解脱，但即使这样的程度解脱的话呢，这个力量就慧的力量，因为定的这个程度不深，所以这个慧的力量还是没有那么有力不过要产生一个质变的过程你还是要有这个基础的定。那如果你能够修到初禅以上到四禅之间的这个禅定的功夫，那么才来修这个观，它效果会更好。然后呢，无色界定
就是失产以后的这个定，因为这个慧的力量弱，它定的力量很强。如果你不能在那个状态里面起这个观想的作用，那么可能你就是进入到很深的定，但是呢，不一定能够发这个智慧。那么有这么深的定，可以把所有的烦恼压服下来。所以为什么进入到那个深定的人，他们会留在那个深定里面，不太愿意出来？因为在那个深定里面真的是没有烦恼的。可是他们知道说，他们一旦出定，又烦恼来了。那入深定呢，尤其是到了非想非非想定，那些比较深定的呢，他们就越来越发现到，他们比较放不下这个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所谓的我，其中有一个意思叫主宰。他发现说，在那个深定里面呢，他们的心很有力量，好像能够自主，有种力量。但是他们知道说，当离开了那个定呢，这个自主的力量、主宰的力量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就一直住在那个深定里面，不愿意出来，因为他们还是认为很明显的有这个我。所以修深定的人，有些是我执越来越重。所以修深定的人最容易起我慢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他的整个身体，或者是他在禅定里面呢见到，因为他有通，见到或者是感受到。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境界的，你跟他讲，你讲，他说我见到啊，我在打坐里面见到。你没有见到啊，所以一定是我讲的比较对，比较准确了。那你讲的不准确了，所以呢，我们发现到说，很多禅修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慢性是越来越强。然后慢性一强的时候，嗔习也很重，你不顺他的一瞟就出来了。所以有些老师脾气特别大，然后慢性特别高，把自己抬到很高，这些我们在一些宗派、一些宗教团体里面都会看到。然后甚至有一些呢，他这个我执很强，他要得到这些利益的时候呢，有些甚至没有那么深的禅定，但是呢，他多多少少能够成为一个类似教主的人，新兴的教派，他一定有几分功力。可是这个几分功力能够持续保持吗？有很多是不能。就是说他修到某个程度有了，所以他出来弘法、传教、传他自己的宗教。那因为有这个我见嘛，所以我执很深，我慢很高，然后他就能够就发挥他的那种影响力，让很多人来跟他。可是慢慢呢，因为人一多，得到世俗的利益多了以后，很多就失去了这个功力，所以后期呢，很多这些人都把自己神秘化，把自己变成很神秘的一个人，躲在里面，你们永远见不到他。前面你要见他有好几重的那些弟子呢，一重一重才能够进来。那么这些弟子有些为什么要护持他？因为护持他有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教主呢，他封他嘛，他自己是佛，你们是菩萨，什么菩萨什么菩萨这样，这些人就得到这个好处嘛，名闻利养都有了，所以呢，他们就保护这个教主了。所以很多新兴的教派都有这样的问题都有这个现象。那么他们的慢性就很高，那动不动呢就会发脾气，然后呢就把自己神秘化，让信徒呢永远是接触不到他。你要看到他呢是远远，然后他坐到很高那边，远远看到他，你就哇，那种就来了。那这些人其实呢都会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定的力量，不然一开始他达不到这个效果。也有很多是有神秘的经验，然后甚至有一些是有通。那么通呢，我们知道说有一些通呢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他从这个天人降生的话，他就会有一些通，或者是从鬼道转世，有一些也会有通，有神通也有鬼通神和鬼其实是同一个系列，就属于鬼道的。不过呢，神是像我们讲的上等的人呢，就是鬼也有分不同层次的嘛。上等的鬼就是神就是那个多财鬼嘛，很有福报。不过呢，造的业是在鬼道里面。像我们人也有
很有钱的，那也很穷的，最穷的就是恶鬼了，少财鬼还有无财鬼啊，那什么都没得吃的，那就饿不死的。业报没有完成嘛，没有结束嘛，所以都会有这个痛。那么这些呢，因为他们福报里面或者是他们的工业里面的一些痛，所以有些人过来还会有。那有一些呢，过来的时候呢，他的眼根的色法没有完全转到人，所以他们有些还看到很多众生，他们跟这些众生也比较容易接近啊，就是有这个因缘的啊。那这些人呢，有一些他就借用这个力量，那有一些呢，我们是借用神的力量，所以我们有系统，有那些各种不同的那种跟神沟通的这个方法。那借用神的力量，神也要借用人的力量，因为他们这些鬼神呢，在他们轨道里面不容易度众生，不容易做布施的工作，所以他要到人道来帮忙来做，要培养他们的福报。所以我们发现到说，在神道里面，比如说我们到某个庙里面去，开始的时候发现这个庙这个神灵的不得了，怎么灵呢？他开的药方每一天都能够把病治好。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开的药都不能用了，因为呢，这个神转世了，换另外一个神来借用，就是这个总经理换掉了比如说他这个是什么王爷我们有一个神叫圣公他那段时间开的药方都很好，那个系统掉就开药方，很灵，每个去的人，然后慢慢发现越来越不灵了。原来那个开灵的那个他福报重够了，他转世了，然后另外一个神来附身，那个神呢不是中医但是呢，因为他借的这个位呢是要开药方的，他就开了没有我们民间的信仰都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像这些众生呢，他们有这个痛，那如果你从那边转过来，有些还是有这个痛，当然有些是天人往下跌，就到我们这边来，还是带着一些遗报后有嘛，遗报过来，所以他还会有一些能力，所以我们也发觉说，有些小朋友他们有这种感应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没有了，这些就是前世带过来的一些东西遗力嘛，那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过程中，那么这些状态呢，这些人如果是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破这个根本的烦恼的话，那么就遗留这些东西了所以他们都有这个力量，这个力量跟禅定有点关系。那所以佛陀为什么一直不断的在强调修禅定很重要，但是呢有神通不要乱用，很危险。你有禅定有神通，但是没有智慧的话，神通会被误用。那么这些神呢，他们有一些知道种福嘛，那也有一些神呢，他会借用这个来做，得到他的好处。不过一些善神呢，他们就不会的话呢，他借用这个童身，这个童身是人，有时候借用到这个神的力量好处，他得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他本身会变，所以才有神棍跑出来。那些神棍出来的时候呢，这些好的神早就离开他了，所以他们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好的神他会对这个童身有要求，他们这些童身都要有很多戒律的，他如果不守的话，这个神就离开。所以真正为什么有一些寺庙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庙堂庙里面的这些神他们长期就受到人家尊重，很多人会去拜求签什么都蛮灵的，他有善神在那边守护了。那如果里面的这些人士那些管的人庙祝什么那些出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衰微，他善神不来，你们乱搞的话他就不来了。这些是善神他愿意做好事的这些呢都有一些通，有一些力量。但是我们禅修不是要得到这些东西，
那你有这个力量，你不懂得转成这个善法，没有智慧引导你，很危险。所以我们禅修呢，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力量呢，到我们说苦集灭道嘛，对不对？知道这个是苦，运出界，了解到生死这个轮回，12支缘起的轮回，所以这个苦，那这个苦怎么来？就是因为迷惑嘛，苦和集就是迷惑，世间轮回的现象，世间的因果。我们是先知果而进入到这个因的了解，从果入因，这个是一种观察的方式。你不能直接观到因，直接观到因就要12支缘起，直接看到无明。可是佛陀在看的时候，也是从果往上看，然后才看到这个因嘛。所以观察是这样子观的，从果见到这个因，然后见到这个因了以后呢，知道你要断这个因，才能够断这个果。所以呢，我们的苦报是不能直接断的，你不能灭苦，除非你断集，断掉这个集断了，就是断了这个迷惑，你的苦才会自动的消失。但是它不一定完全直接消失，所以我们有些证到果位的人，他还是有一些疑系，甚至呢还有一些业报会现前，因为那个力量已经在动了。那么在轮回的过程，在流转的过程里面，它还是会显现，还是会有一些果报现行所以你一定要断这个集。所以断集的话，这个果呢慢慢它会减轻。所以我们讲到说，当我们中间的这个染着没有了以后呢，这个粘着的这个杂染烦恼就一层一层的脱落。它不是一下子脱落，一下子脱落的有吗？所以为什么禅宗要讲顿悟？他就希望说砰一下前面脱落但是呢这个一层一层脱落呢，还是修定。没有修定的话呢，你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所以禅宗很多禅师其实呢很多习气都还在的，所以我们才看到禅师的公案里面动不动就一脚，动不动就一个拳头。度众生的方便其实也展现是出这个禅师的一种习气一种风格咯。他们是能够把习气转成他的一种度生的方便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不同，大乘禅的不同那如果是比较传统的禅法，就是你修到了这个以后呢，你就要再修定，然后把这个习气呢都消磨掉所以印度的阿罗汉都是打坐那个坐相都是很严肃的那种入定的相中国的阿罗汉都是很活泼的，各式各样的都有，展现出两个地方的这个禅观的这个观念是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些呢他解脱了就会解脱，然后去解脱我们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就是了解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也发觉说他真正的解脱就是你证到这个无我破这个我见这个是最根本的。然后从这个解脱呢，你才能够再把这些染着慢慢的一层一层的清理清理的过程中就是要靠修定。那如果你不入深定的话呢，它清理的过程会比较慢，入深定的话呢，可能它就很快就能够把它剥落下来。所以佛教的这个禅观是见到这个无常无我破这个我见。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我们是这样子修。那佛陀当时呢也是这样子证到了以后，那么告诉修行的人。当时呢我们发现到佛陀时代所有的宗教呢都发展到一个高峰，然后这些人呢很多都在不同的这个教派里面，佛陀弟子很多基本上都是从很多其他教派进来的。他们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带着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观念进来。如果他像舍利弗和目犍连，他们的修行已经到那么高的程度，佛陀就是用最直接的这个因缘生因缘灭的这个无我，直接就让他们生死解脱，证到阿罗汉的果位
那有一些呢，如果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他们就要继续修别的不同程度。所以佛陀度弟子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程度嘛。那我们知道了以后，这个看我们的苦有多重，就是表示你的集有多深多重。那怎么去把它再修过来？所以呢，就要什么呢？在修过来之前，比如说你见到苦，然后你了解到这个集就是一个轮回嘛，然后他就告诉你说，如果你能够破这个我执，破这个我见，然后呢就灭了这个苦。灭这个苦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就是灭了。所以他先讲果，然后让你升起一种羡慕向往的心，慕灭修道。所以呢，我们是知苦断集，慕灭修道。那或者是知苦就慕灭，断集修道，或者是修道断集。所以四圣谛呢，它就贯通起来，把所有的佛法全部连贯起来。所以它是佛法的纲要。然后讲运出界的时候呢，生死轮回在这边；讲烦恼的时候在集，然后讲灭的时候就讲涅槃了。那涅槃佛陀有说讲的不多，为什么呢？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讲了你也不明白。所以只能够用一些譬喻讲。那怎么办呢？羡慕吗？哇，太好了，怎么办？修道。所以我们也发现，讲修道的时候呢，先讲正见。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没有讲禅定禅定放在最后一个。先讲正见，为什么呢？没有正见就没有正定。正见了以后呢，正思。正思是什么呢？正确的方向跟目标。你确定了这个正见，什么正见？缘起的正见，无常无我的正见。然后呢，你就会去向这个解脱。你的正思就是正当的、正确的意志。